有我，就不能再有你。你早该死了！你去死吧你！去死吧你！当初你没死，我绝不能让你再活了！去死吧！去死吧！该死了！死！去死！死吧你！你干什么呀你？来人！快来人呐！来人！快来人！怎么了？快来人呐！小大夫，有人晕倒了！老全，快点去看看那个疯子！全叔，哎呦，陈师姐啊！你这是？二太太她怎么了？哎，说来话长，老夫人在三太太的病房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让我死呢？不怕啊，没事了啊，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，不怕了啊，不要怕啊。哟，哎呦，你瞧瞧，他还说的挺理直气壮的啊。好啊，行啊，有什么理儿啊？等伯涛回来，你跟他说去吧你。要是让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给坏了清誉，我看你将来怎么去见余家的列祖列宗。我没有对不起余家，我没有对不起伯涛，我不能死，我不想死啊！客人，没有人让你死啊！客人，我没有对不起余家，没事，别怕，对不起余家，别怕，我没有对不起伯涛，别怕，怎么回事啊？客人是怎么了？哎呀，伯母，你先回去吧，他现在不能再接受任何刺激了。我没有对不起余家，我们以后再说。我没有对不起伯涛，我没有。别怕，慢点啊，没事的啊。来，客人，别怕，别怕。别怕，客人啊，师姐在这儿，师姐在这儿，别怕。喂，不好了，客人出大事了。程先生，陈姨叫你去的。可人，怎么回事？刚刚王彩玲来过，正要对可人下毒手的时候，被赶来确认是不是可人的于老夫人刚好给看到了。这么说，奶奶都知道了。这真是天意啊！王彩玲终于现出了原形，这回她想赖也赖不掉。对，她已经承认了当年要置可人于死地的动机。那二太太现在在哪里啊？医生，我妈她怎么样了？哦，王女士神志不清，要有长期治疗的打算。走吧。别再喝了，快给我出来！别拉我，你放开我！于爱梅，你为什么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？为什么要去谋害我妈？瞧你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怎么知道我的厉害了？爱梅，你对我有什么不满？那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你不该把我们之间的恩怨报复在上一代人身上，那样对他们不公平。老天爷是公平的，你妈是在替你还债，为什么你妈她会住在医院里？这叫恶有恶报。于爱梅，
你连一点良知都没有了吗？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呀，血浓于水的亲情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我求求你，不要再胡作非为了。你就说你要什么，只要你说出来，我通通都给你。好啊，那你把世君超还给我，你给吗？你给不了吧？这辈子我失去的，绝对不是你还得了的。你生活在余家，不愁吃不愁喝，而我却做过舞女，你信吗？你不信？李安雪，我没你命那么好。邵一鹏捧着你，史君超护着你，谁都伤害不到你。你知道吗？我为了救君超，已经一无所有，还被糟蹋的一文不值。你以为史君超凭什么可以提前出狱？凭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，你知道吗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不信了吗？那个老色鬼！算了，我也无所谓了，我才懒得管别人怎么看我呢。严雪，这辈子我失去的，你能还得了，给得了吗？啊？你还不起，还不起。怎么样？是机器故障还是人为破坏的？确定是人为破坏，不然这个零件不会自己掉下来。谁？到底是谁干的？今天你们不供出这个破坏分子，一个都别想活！哼！不给你们一点颜色瞧瞧，你们是不会说真话的。林地，出来！不是他干的，不是他干的，那是谁干的？快说！那个人不在，他不在。你把责任全部都推到一个不在的人身上，我看这个人是你，不是我做的。哼，承认吧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是一个顽固的反日分子。好，你说是我做的，那就是我吧。我早就看不惯你们这些日本人了，为抗日牺牲是我的荣幸。开枪吧！混蛋！慢着！我是余家的大小姐，有什么事冲着我来吧！别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！要杀就杀我！一家人到底是一家人呐！山口，有种你就开枪！哼，真是不知死活！我今天就毙了你！
军部命令立即撤回战前防区。什么？好，滚出场！你们日本人滚出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日本人滚出去！日本人滚出去！日本人滚出去！滚蛋！日本人滚出去！我就不懂，你怎么不怕死呢？你是不是以为你是打不死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应该那么做。你就是要我难过。本台消息，中日两国已在美、法、意等各国的调停下，于今年5月5日签署淞沪停战协议。日军应即刻返回战前边区，也就是上海公共租界北区、东区以及其越界筑路地带。国军则暂留在现驻地，也就是沪宁铁路上的安亭镇至长江边的徐浦一线。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。非武装地区，那就是日本人撤出闸北了。是啊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日本鬼子被赶走了，又可以回到从前的日子了，真好。是啊，真好，能回来真好啊！等了这么久，就等这一天了。如果今天余家的子孙都能够团聚在这儿，真不知道有多好啊！客人，师姐在这儿，别怕啊！师姐在这儿，别怕。二姐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客人，你记起王彩玲了？二姐刚才来过，还跟我说话了。客人，你清醒了吗？你的病好了吗？我病了吗？哎呀，他终于清醒了，快20年了。哎呦，感谢上天呐！是啊，是啊。也许姚姨下意识在等二太太还她清白，现在她心里的死结解开了，她终于能从过去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了。客人，你还认得我吗？师兄，别开玩笑了，我怎么能不认得你呢？我们同台唱戏呀。姚姨病好了，艾雪要是知道，那该有多高兴啊！奶奶，您看谁来了？谢天谢地，老天爷终于让你醒了啊！妈，客人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余家的事，从来没有。妈知道，妈知道，你快起来。
是丁。老夫人眼力不错，我是丁有民。当年是我瞎了眼，听了别人的谗言，差点把你们2个害死。亏了老天保佑，让你们活下来，否则我这个罪孽不知道要几辈子才能赎回来呀！妈，老夫人，快别这么说。虽然是迟来的正义，但能得到您的谅解，是我最欣慰的事情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可人，妈，可人，妈，当年妈妈误会了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了，妈。您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那是媳妇的命，媳妇认了，我认了。我应该谢谢您，我谢谢您把雪儿抚养成人，谢谢，谢谢，这都是韵之的功劳，我可不敢鞠躬。好孩子，快起来啊！妈。妈，她就是你的女儿艾雪。我回来了，你却走了。
谢谢你把爱雪抚养成人，谢谢你对爱雪付出我无法付出的母爱，谢谢，谢谢你。起来吧，好了，我相信你说的话韵之都听到了。可人，你终于如愿以偿，你跟雪儿可以团聚了。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雪儿跟俊超的婚事办得风风光光、体体面面的，啊，奶奶，有件事情我想跟您商量商量。是婚礼的事吧？放心吧，奶奶这一回啊，一定会给你办个风风光光的，比上一回你看奶奶这个老糊涂，胡说些什么呀？奶奶，您误会了，我是想把婚期再往后延一段时间，行不行啊？不行，咱不是说好的吗？日本人控制的这段时间，整个场子全乱了，要花很多心力才能恢复正常。我是怕分心。哎呀，这跟举办婚礼是两码事嘛，场子可以慢慢来。可是我和俊超，奶奶。全叔不肯付我妈的医药费，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为什么？这不等于叫他去死吗？哼！你妈害可人的时候，可是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这就是她的报应。可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不是见死不救，连崇伟不是我们余家的骨肉，我都能够原谅他，而是。杀人是要偿命的，我如果再救他，就是是非不分，我不能这么做。奶奶，我求求你了，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我妈，我不能弃她于不顾。奶奶，艾梅，你妈到现在还想害人呢，你知不知道？奶奶害怕呀。奶奶，我替我妈求你。我妈告诉过我，宽容别人等于解脱自己。过去的事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奶奶，奶奶，快起来吧，好孩子。连你妈都能原谅他，奶奶还能说什么呢？好吧，奶奶答应你，起来吧，快起来吧。谢谢奶奶。谢谢。谢谢你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过去我妈把你们害得那么惨，你还在奶奶面前帮我求情。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提了，我们要往前看，这样我们的日子才会好过。艾雪，刚刚你和奶奶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我祝福你和俊超。啊。
闪亮，在我们余家，也只有你才能配得起它。艾梅，我接受你的祝福，但是这条项链真的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的。不，你知道这条钻石项链的来历吗？其实它的主人应该是你，我只是物归原主罢了。我都说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这条项链你留下来做个纪念。不要摘。我每次看到它，都会想起以前的不堪。我要过新的生活，不能再活在过去的痛苦和悔恨里。艾梅，我什么都可以让，只有爱情。不要再说了。我知道，过去我什么都不懂，不懂得什么叫爱。其实真正爱一个人，就算为他失去了生命，也值得。可是，我和俊超欠你的，可能永远都还不清了。不，你和俊超没有欠我什么。艾梅，那天晚上，你说你为了俊超，一时不，我那是吓唬你，我那是欺骗你呢，就是为了不想让你和俊超结婚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看我像是那种很笨的女孩吗？那些男孩子想欺负我，没那么容易。艾雪，其实那天在工厂，当山口用那把手枪对准我的时候，你不顾自己的生命，上来为我挡那一枪。那一瞬间，我终于相信血浓于水。我们是姐妹，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姐姐，艾雪。交给你了，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她啊！放心吧，奶奶，我会的。雪儿，要把握好身边的幸福啊！我知道了。俊超，祝福你们，你爹在天上看到一定会开心的。谢谢你，陈姨。艾雪。俊超，祝福你们。谢谢。谢俊超，你要好好的爱我妹妹。艾雪，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姐，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。谢谢你，艾梅。
艾雪是我的妻子，你为什么要跟我抢？你把艾雪还给我！一鹏，别做傻事啊！邵一鹏，你冷静点！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我跟艾雪结婚的那天，你能冷静吗？你死一次，我就能让你死第二次！ 别说话了，坚持住！姐，快点！姐，啊！邵一鹏不见客，我是他妈，你跟他说他会见我的。他说了，不见就是不见，回去吧。那。 哎，警察！一鹏，我是妈妈，你怎么不见我？一鹏。 一鹏，你明明知道我的心不在你这儿，你何苦要娶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呢？我求求你了，成全我和俊超，好吗？我很感谢你对我的爱，但是缘分。 让我在你之前认识了俊超，我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了他。我知道，在道义上我是亏欠你的，可是强求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。这位长官，您是？哦，你称呼我李总长就好了。我是府上二太太的朋友，更准确的说是牌桌上的朋友。
您来的不巧，他刚好不在家。我不找彩玲，我是来府上提亲的。李总长，您该不会是弄错了吧？我们余家可没有你求亲的对象啊！我一个大老粗，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。我要艾梅小姐做我的三姨太，前阵子打仗没顾得上，今天特来府上提亲。李总长，恕我说一句唐突话，您的岁数可以做艾梅的父亲，你要娶她，这不是让人贻笑大方吗？哈哈哈，我的年纪是大了些，我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我也不会开这个口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，是彩玲在牌桌上赌输了，把她的女儿押给您做姨太太啦？那倒不是，那是艾梅自己愿意的。啊，艾梅有一个家庭教师叫史俊超，被关在监狱里。艾梅为了救他，找我帮忙，为了感激我。总之，那晚艾梅已经是我的人了，她不跟我，跟谁啊？你一定要撑过来，只要你平安无事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包括俊超。艾梅小姐醒了吗？啊，嘘。哦，艾雪小姐，你吃点东西，吃完了你回去休息，我来替你。许妈，不用了，家里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，姐姐我来照顾就可以了。折腾了一宿，总得回家洗个澡，换换衣服吧。来，坐下吃。刚才老夫人发了一顿脾气，狠狠地数落了二太太一顿。二太太又不在家，奶奶说给谁听啊？老夫人气不过，说二太太净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才害了自己的女儿吃了男人的亏。姐姐怎么了？有个李总长上门求亲，说艾梅小姐已经是他的人了。艾雪小姐，你饭不吃了？你以为史俊超凭什么提前出狱？凭我的身体？不，我是骗你的，我想吓唬你，让你们结不成婚。你看我像那种笨女人吗？那些男孩子想欺负我，没那么容易。艾梅骗我，艾梅骗我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我哪认识什么贵人？原来是……那请问那位贵人是谁呀？你问这干嘛？难道不应该去谢谢别人吗？史俊超，我告诉你，这话谁都可以说，但你就不行，你没有资格。艾梅，你不会明白的，你根本就不会明白我的痛。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亏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不可以这样说我。我还真是后知后觉，为什么没有看出端倪？为什么没有听出艾梅话中的含义呢？可是知道了又能怎样？
知道了。我要是知道艾梅用这种方式让我出狱，我就算是坐一辈子牢，我也不要她这样。现在让我怎么还？让我怎么还？我一辈子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，可是对艾梅，我实在是太愧疚了。俊成，他为我做了这么多，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可是我一点都不知道，我到现在才知道，我该怎么办？俊成，你别这个样子。安雪，既然我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不能再坐视不管。我不会让她嫁给那个老色鬼做什么三姨太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能负责他一辈子吗？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哎，许妈打电话来，艾梅小姐醒过来了。哎，史先生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我不值得你这样。你是我的偶像吗？我不准你死。你当时帮我挡子弹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替我去挡那个子弹，你会没命的。我当时只是想，你是新郎，你要是有一点闪失，这婚就结不成了。那艾雪该怎么办？你们两个可是好不容易才走在一起的。你这么对我，我几辈子都还不了啊！我不要你还，我只要你过得开心就好。我知道，我已经配不上你了。我也知道，我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。你不用担心。艾梅，你说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？我没什么要求，只要你能抱抱我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
事啊如烟，相思成歌，吟唱着千年不变的承诺。缘起缘落，生死情已过，你的爱是我不会的选择。黄包车，哎，嘿嘿，来了。哎，谢谢。去哪儿啊？火车站。哦，好嘞。哎，坐好了啊。风儿吹落，最后的花朵，你刚刚从身边经过，我的爱化成缤纷的颜色，愿你这世间的悲欢离合，往事啊如烟，相思成歌，你的爱是我不会的选择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俊超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已奔向不可预知的未来。别为我难过，也许这就是我的命，怎么来，怎么去。不同的是，我的行李装着大家给我满满的爱，足够了。你不是礼物，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我不要你背负着良心的谴责，活得窝窝囊囊的。那不是我所爱的史俊超。我们姐妹同时爱上你，是我们的不幸。但是老天爷替我们做了选择，艾梅比我更爱你。敞开心胸，接纳他吧，你们会幸福的。不要说抱歉，你没有亏欠我什么。如果你真想为我做些什么，那就是替我照顾我妈，和帮着奶奶把重围找回来。经过一番历练和蜕变，我相信重围有能力撑起大发面粉厂。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你笑什么？你看看你这得意的表情，看了就让人讨厌，让人讨厌啊！我就是要讨厌到底。我好不容易才和你把矛盾解开，好不容易才把你从一鹏手里抢回来，你这么做对得起你，对得起你自己的心吗？俊超，我们怎么办呢？
我们2个人都成了罪人了。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等我工作上站稳了脚跟，我就把面摊收了。我不能让你一辈子都这么辛苦。不要问我去哪里。人生除了爱情，还有许多事可以做。也许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再见了，但无论在哪里，我都会祝福你们。艾雪。艾雪，我等你。艾梅小姐，二太太好像病得不轻，是不是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呀？哎呀，看什么看？我妈哪有病啊？可是二太太的样子好奇怪呀，经常口里念叨着姚可人不是我害的。三太太不是早就过世了吗？我妈那是脑子进水，你也跟她一样啊？去干活去。哎，妈这次装的也太像了吧？该不会是真病了吧？回来啦，这是我的家，我回来有什么好新鲜的？倒是你啊，史俊超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嗯？哦，是奶奶请俊超过来住的，奶奶没有告诉你吗？哼，我算什么？奶奶能开恩让我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不比你现在。老夫人让我住下来，我答应了。以后我们在同一屋檐下，希望大家可以尽释前嫌，和平相处。可能吗？你也吃啊？艾梅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日本人来了，我们余家也受害不小。不管怎么样，都要守住这份产业，绝不能放弃。对了，今儿我有3件事情要宣布。第一，想办法把崇伟赶快找回来。找回来又怎么样？第二，俊超跟雪儿的婚事要赶紧办。第三，彩玲的病要治。艾梅，这件事交给你了。许妈，老夫人，给二太太送饭了吗？送过了。哎，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步，这都是作的，怨不了别人。吃饭啊！
奶奶，战事还没有结束，我和爱雪的婚事先不那么着急，还是迟点再说吧。为什么要迟点啊？奶奶还急着抱曾孙呢。先有国再有家嘛，我们先把日本人赶出去再说。好，说得好，雪儿，你真是有眼光。俊超将来一定会是一个有前途的青年。吃饭吃饭，多吃点儿。在座的各位同学，都是有识之士，都是国家的栋梁。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抗日救国的重要性。我们不能再麻木不仁，不能再坐视不理。你是于爱梅小姐吧？你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……你不用介绍了，我早就知道你的大名了。你是我们校园的风云人物呢。我还听过你的演讲，你还给我签过名，史俊超。好了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我们上课吧。对，就这样，1、2、3，2、2、3，很好，就这样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怎么这样？可你还是我妈的好朋友，怎么做出这种事了？你给我起来！我帮你把史俊超弄出来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俊超跟雪儿的婚事要赶紧办。奶奶，战事还没有结束，我和爱雪的婚事先不那么着急，还是迟点再说吧。为什么要迟点啊？奶奶还急着抱曾孙呢。先有国再有家嘛，我们先把日本人赶出去再说。俊超推迟了婚期，难道是上天被我感动了，给我留下一丝希望？俊超，我曾经为你付出的，我都无怨无悔。既然老天爷安排我们再次重逢，我就一定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，我要把你给夺回来。俊超，我愿意前嫌今生，我愿意和平共处，我要和你从头开始。